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乌鸦斯威因绝活哥的中单兑现情况，然后有它的出装和符文搭配。这里面我们看到出装的话，不再是征服者或者说是那个迅捷步伐，或者说是相位猛冲，而是直接暴力一点的那个先攻。这里面的话，前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对面是龙王，然后没办法造成那种很高额的伤害。对面闪现过来，这些闪现拉开，龙王是没有位移的，他带的是虚弱，直接平内拿下。这里对面玩的很凶，但凶的结果就是送掉了。像斯威因的话，它的技能特性就是靠 W 和 E， 就是2技能和3技能去叠它的被动，每一层被动就可以获得1点的生命值，就是永久强化的哈。像 Q 的话是叠不了，只能说打一个伤害。它的 Q 伤害呢，怎么说呢？就是释放以后会命中别人，然后随后会有一条一条的那个5条那个你感觉到一样像闪电一样那个东西，命中敌人，就是你命中的越多，它那个5条的话，每命中1条可以造成那个10点魔法伤害吧，前期的时候。E 技能就是你E出去的时候，然后它会拉回来，就两段伤害，然后再次释放的时候就可以那个获得被动，就是有乌鸦飞回来嘛。W 的话就是命中敌人后会产生视野那些，然后有减速，然后也可以叠加被动。而且 W 的话是一个超远程的一个释放，可以探草或者说拿来干什么都可以。这还有就是在这里面 W 命中以后直接上开启气爆。像它的 E 技能回拉的时候，其实就是需要你去通过身位去把控它的 E 技能的命中率。像有玩家说E 很难命中或者什么情况的时候，你可以看情况。一是比如说像团战的时候挑那种人少的地方，这里面来抓了，然后打野往这边靠过来，往后拉，不要着急往前冲。这里的话再用没有闪现了。CD 的话，E 技能 CD 还是慢了点。然后就是他的 E 技能的话，在团战中还是很有帮助的，因为这种控制间隙，而且能给那个 W 和 E 技能命中的话，你像到后期给那个斯威因给乌鸦能回复的血量是好几百的那个血量。这里对面往后撤，拉出塔外，这是最喜欢的打法了。这样看的话，其实伤害真的很高，就是中单乌鸦的那个伤害。而且它的 Q 技能只要命中，你看到没有，它是有2段伤害，也不算2段吧，就是你那个释放，还有加上你那个5根柱子，5根释放出去的那个黑线，命中的话会额外造成更多的伤害嘛，就是你贴的越紧，命中的越多，它伤害就越多。
像说回 E 技能，你像如果说你真的是每次释放不中的话，你最好就是学会一个点子预判，这个就是基本功了。然后就是看情况，就是在对方释放技能的时候，因为释放技能它就是会有一个后摇，然后去释放 E 技能，亦或者说用 W 逼走位，然后再用 E 技能去那个。这里面对面跑不掉了，直接 W 然后往后放，再 A 一下烫死 ，E 技能拉中拉回来吸了一口血，如果没吸那口血的话，估计就要死掉了。就是E 技能命中和 W 命中的时候，你增加生命值的时候也是会恢复那个有那个生命恢复的，就是可以，这就是它的被动恢复那个3%的生命值。好像是每层获得16点的生命值，好像是，我有点记不住了这个点，但反正到后期的话，乌鸦的容错是蛮高的，现在堆输出，然后前期就一直，反正就一直出输出，然后。往那种半肉法师装，甚至全法都可以。这里面的话，第一件是禅意，然后第二件直接就出那个无限法球，打一个那个，这里有大招有闪现，直接就突脸，对面根本管不了。没办法，3个人控制太多了，你像技能也释放不出。而且有一个点就是，你也可以通过，就是像别人激活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往那个方向放的话，也是命中率很高的。还有个点就是，你团战的话，选在这种狭窄的那种龙坑区啊，或者说，那种蓝区、红区这种。比较窄的野区去选择，这里万豪已经拉满了，直接上来，开启大招，推棒爆死 ，Q 有加速，很猛啊！残血，对面残血，然后选择2打4了。还是差一点，再一个 Q 爆死，很极限的一个出塔。就是你出了那个无限法球以后，你大招的那个法术伤害也是有法术暴击的，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收人头特别爽。这里面选择出僵尸守卫，但有个点是没怎么清到眼。僵尸守卫其实挺好的，而且前期的话能很快的叠满50，就是50点那个法强叠满以后，但这里面一直没找到眼，一直没有排眼的机会啊，都是在支援队友杀对面的那种路上从未停歇。这里奥恩想锤塔。这里有那个推棒强行拉开，作为一个位移，再一个爆，无限法球的那个伤害还是就法爆确实还是挺爽的。后期你像你基本上都能400、500的法术暴击，而且像初期的话，大部分会选择先做物抗。法抗的话，除非上单是那种
就是已经发育很好，然后又是怎么说呢？发育很好，然后所以会出防御，就是魔法防御去跟他一个对线，但正常来说都是物理。命中有斩剑和疾跑，直接开疾跑上来，躲一下倒钩，看看躲不到。哦，没躲到，还是差掉一点。但打野上来了，触发孤立无援，直接秒掉射手。这里的话上来直接站岗，不怕的。像万豪这样子走位就不太对，哪有这样子去吃别人技能的？这里又往前拉，再往回拉，我比还是太肉，杀不掉，不好杀。这里的话直接推跳中路塔。对面反正打野和中单都掉，那肯定来抢不到龙。这里面现在选择做破盾，对面护盾还是蛮多的。这里直接上来一个爆发，还是蛮高的，这样子的爆发伤害，差不多有1000，快2000的一个爆发伤害。对面龙王比较脆，没什么经济，大概1500吧，差不多。像乌鸦的闪现其实就可以随意的去追击敌人，因为对他来说，他就是一个前排，然后就是坦刺的那种感觉，坦克刺手啊，刺客，坦刺，就是我说，又能扛又能打，伤害爆发也不低。但你说特别能扛，它肯定不能跟那种纯肉的玩法比，但已经算是在中单法师里面很舒服了，而且爆发不低。像有一些是吧，玩这种，我这边剑圣上台，看到没有？像这种剑圣起来攻速流的这种剑圣就很难打不了，还是得配合队友了。不能再送人头给剑圣，让他起来的话就不好打。我比一个大招送3个回家。像他这种纯输出装的话，怎么说呢，挺好的。如果说你觉得比如说你出第一件残翼的话，是够顶到第二件，比如说无限法球也是够肉的。但如果说你像玩那个就是大帽那第3件开始，你会发现你扛不住或者阵容不太对的时候，那我建议就是说，你可以转出那个兵杖，打控制为主，帮队友制造输出机会，可以中间转肉嘛，不一定说那个要强行我就要这种啊，我要拉爆对面。
像对面敢不敢过来。这边的话，对面的话是肯定不敢过来的，这边没什么好的前排，一个波比，就一个波比的话比较难靠。这里的话，直接提前放大招，但对面有视野，直接拉过来，一个 W， 一个爆，直接开局爆一个，然后通过 W 再加 E 都还没命中，是 Q 命中完以后就直接死掉了。这里减速到了，但被龙王的 E 技能打断了，又移速衰减，没办法。像第5件的话，确实也可以做新界的那个更好的去追击敌人，但这局的话，对面比较有韧性，还是得做那个峡谷制造者。哦，不是，这里面的话是做了王冕。就你后面的话得看状况出装备，因为怎么说呢，星驰的话是追击敌人会很舒服嘛，但你扛不动，被秒掉了，那你就尴尬了。反倒是这个王冕确实，这是人家绝活哥的游戏理解，但我们就会去学习他们嘛。确实王冕的话，这里做出来的话就挺好，对面也很难说集火就能秒掉。这里直接有点吸血鬼的那种感觉，上来爆3个，用大招爆了3个人的，但秒掉了对面的辅助，不是 C 位，你秒掉 C 位的话就好打很多了。这里的话，通过大龙去压缩对面的外圈塔。这里的话，大招 CD 已经好了。回家把状态补一下，准备出来找机会让对面掉点，因为准备要那个远古龙团了嘛。远古龙的话不能掉，因为乌鸦扛不动远古龙。然后另外一个点，乌鸦有远古龙很恐怖，那个攻击频率，特别是大招的，一直掉血，一直掉血。这里有闪现，准备吗？闪过去，一个爆，一个拉，一个金身，而且乌鸦是可以这样子的，金身情况下大招是可以持续造成伤害的。像乌鸦玩的好的话，就是你在前面打着别人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用 W 去远程的去帮助队友做一个消耗，让队友可以更好的拉扯。但你没有那么强的意识的话，就没必要那样子，还是以眼前的对吧？伤害为主。这里有大招，不怕的，直接一个爆。大招用完了，但伤害打波比确实波比比较肉，打不动，只有1件法穿嘛，2件。但乌鸦不是那种法术伤害特别爆炸的，只能说打脆皮秒脆皮还是 OK 的。但对面侠已经被秒出肌肉记忆了。
然后这里面选择切换一下，换星池没有，还是选择做大招的减 CD， 后期频率要快一点。对面主动来拿龙，那这样的话可以找机会。换好，这里进场直接爆2个。哦，对，还有就是乌鸦杀死人以后，在原地会留下那个被动的那个乌鸦，然后对这里减速到直接E 技能没有拉中，对面走位。像乌鸦击杀对方以后，你看在原地会留下有那个印记，也就是杀死人以后会有乌鸦，就是有被动，可以造成就是有可以叠加被动。那好了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